要被這2天的切片大戰笑死了。一個官媒發的演技切片視頻，居然能把內娛吵翻天，某些人破防到恨不得連夜報警。最搞笑的是，有人一開始嫌自己片段不好看，不夠高光，甚至還動用了關係換切片，結果換完之後依舊還是那個效果，還是讓人看完兩眼一黑。只能說，有些東西真的不是換個鏡頭就能救回來的。還有人酸溜溜地問，憑什麼《藏海傳》的片段是高光，晚尊自家的只是日常文戲？拜託，我們《藏海傳》優酷1周年的時候，官方自己剪高光版都能直接剪20集出來好嗎？根本不是故意選高光，而是高光太多，隨便截一段都炸裂。就算不拿斷龙石出戰，其他高光也完全吊打，再換他們依然会不樂意。以前很多劇和很多演员總喜歡仗着觀眾沒看過，靠營銷閉眼吹，把自己包裝成什麼神級演技、天降戲骨。結果現在好了，大家真正把切片放在一起公開比較，直接暴露在陽光下，立刻原形畢露。真的笑死，一個央視發的高光切片硬是能炒一整天。可這恰恰說明了什麼？說明真正好的演技就是經得起任何比較和深挖，因為觀众眼睛不瞎，不管是誰發的，也不管是不是官方發布，只要片段是電視劇裡真實存在的，是演員本人演出來的，那就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。結果早上還是換切片，下午已經發展成警告不要發切片了。到底是誰這麼害怕觀眾審判啊？為什麼不敢比？為什麼一放在一起就開始緊張？真的好難猜哦。反正我是真的愛看這種切片對比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才發現肖戰的演技居然這麼霸道。藏海傳真的太冤了，全片只選了短短1句台詞，7秒鐘鏡頭，居然還有人說故意挑高光。就是我命不該絕那段為什麼封神？因為前面墓道裡以血封淚的隱忍已經層層鋪墊好了，後面馬車對峙時情緒徹底炸開，那種壓抑、瘋狂、絕望和不甘全都堆在一個眼神裡。而這種級別的高光在《藏海傳》裡根本不止一場。肖戰劇粉為什麼一點都不怕審判？因為我們巴不得所有人都去看全劇，最好1秒都別錯過。真的，越比較越能看出差距。因為每部劇選的其實都是各家平時宣傳最多、點讚量最高的名場面，結果放在一起一比，有些人突然發現不對勁了，於是開始撒潑打滾，說什麼央視故意選肖戰高光。從你說出這句話開始，其實你就已經輸了，因為你的潛意識已經承認了肖戰演的就是最好。這2天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，不管是路人一句直白的肖戰贏了，還是某些粉圈氣急敗壞的問憑什麼他的片段最高光，本質上其實都在反向認證肖戰的實力。這種效果比粉絲自己喊1萬句肖戰演技好都有說服力。真正讓人震撼的從來不是自賣自誇，而是對家破防。甚至還有人買熱搜試圖挽尊，說白玉蘭官方從未放出切片，好像其他官媒的切片不是他們劇裡的一樣。結果熱搜廢得悄無聲息。還有人開始討論什麼發電視劇切片是不是侵權，有個帖子還說審判白玉蘭切片最高可判10年，我真的快笑暈了。那照這麼說，全網那些影視剪輯博主是不是都違法了？最離譜的是，居然還有人說切片不能代表演技。那請問評判演員演技不看作品，看什麼？看 PPT 嗎？切片不就是從作品裡真實截出來的內容嗎？評比本來就是評和比，觀眾通過切片進行比較，本來就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。結果現在某些人委屈的仿佛觀眾犯法了一樣。經此一役，大家也終於看明白了，有些所謂演技神話真的只是營銷吹出來的。以前沒有對比，沒有審判，所以怎麼吹都行。可一旦真正放到同一個擂台上，觀眾自然會分辨誰是真有實力，誰只是包裝。所謂高光切片，不就是把各位提名者最精彩、最核心、最能代表演技的片段放出來，讓觀眾自己看、自己品、自己判斷嗎？
到底誰演得好，誰演得一般，誰是真有東西，誰是靠營銷吹出來的。其實拉出來一比，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結果沒想到啊，有的人才被觀眾審判一天，就已經開始集體破防了。不是嫌切片選得不好，就是說平台偏心，還有人急到開始投訴、換片段、搞熱搜，真的越鬧越好笑。最讓人爽的是什麼？是很多路人真正開始親眼看肖戰演戲了。以前總有人被各種洗腦包帶節奏，覺得什麼老戲骨一定更厲害，流量一定沒演技。結果這次央視官媒把大家切片放一起公開比較，很多人直接被震住了。評論區裡最常見的一句話就是，居然是肖戰演得最好。注意，這個居然特別真實，因為那就是路人被打破固有印象後的第一反應。以前他們以為肖戰只有流量，結果一對比才發現，台詞最穩的是他，情緒最有層次的是他，原聲最有感染力的還是他。真的，這幾天最破防的不是肖戰粉絲，而是那些以前靠營銷演技碰瓷戲骨撐門面的。以前沒人審判他們隨便吹。可現在和肖戰站在同一個擂台上，所有關注肖戰的人都會順帶審判他們。於是在最強燈光下，什麼是真實力，什麼是假把式，一眼就能看出來。其實肖戰這7年一直都活在這種全網審判裡，別人60分都能被誇，肖戰做到100分，還有人非要問他附加題為什麼沒滿分。人人都羨慕他的頂級流量，卻忽略了他也一直承受着最嚴苛的審視。可是肖戰從來沒逃避過，他就是一步一步靠作品、靠角色、靠演技，把所有偏見硬生生打碎。陳情令之後，有人說他只是運氣好；夢中的那片海之後，又有人改口說他只適合年代戲。藏海傳出來後，又被他的古裝權謀演技鎮住。德賢緊致再一上映，所有人發現連電影鏡頭下他都撐得住。而且別忘了，藏海傳現在不只是粉圈熱度高，而是真真正正的觀眾認證爆款。央視新聞、CCTV 電視劇發起的各種投票，藏海傳幾乎全是斷層第一，10幾萬票池，肖戰一個人就占了大半，這才叫真正的民心所向。獎項最終花落誰家當然還沒定，但現在最重要的已經不是結果，而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，肖戰不僅有流量，而且他的流量本身就是建立在演技和角色上的。所以現在的肖戰拿獎已經不是鍍金了，而是加冕，因為他的每一個獎項背後都有大量真實觀眾的認可和支持。別人拿獎像是想靠獎飛升，而肖戰拿獎更像是觀眾終於等到屬於他的那個肯定。畢竟藏海傳、德賢緊致、諜報、上不封頂、十日終焉、小城良方這些作品擺在這裡，現實題材、電影、古裝、諜戰、無限流全都能演，而且演一個成一個，資源、口碑、商業、國民度全都有。獎項對他來說從來不是救命稻草，而是水到渠成。而且最絕的是，肖戰現在都已經這樣了，還在拼命努力。進組十日終焉之後，整個人都瘦了一圈，體脂降下來了，肌肉線條反而更明顯。聽說前腳剛飛上海拍2個廣告，後腳又馬上趕回劇組繼續拍戲。別人忙着營銷的時候，他在劇組；別人忙着炒作的時候，他在琢磨角色。真正能一直走上坡路的人，從來都不是靠運氣，而是靠這種恐怖的自律和專注。所以說啊，現在這些切片大戰，表面上看是在比演技，實際上更像是肖戰又一次大型圈粉現場。真正的實力從來不怕被看見。